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完为了热闹嘛，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就这厨房，米其林来也迷糊，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炒啥都粘的不锈钢壁粘锅，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这灶台呀，就这么说吧，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看看我奶家冰箱啊，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我开了一盒给炖的素汤。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赶紧炖上吧。完给我妈买鱼买冲了，整2条小红人，我说都做上吧，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我妈还给买馒头，我爷没看明白，昨天吃一个，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像油焖大虾、广西牛腩，这我奶都恨不得1个礼拜吃好几回。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喊了2个放风的，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不带让我放1粒鸡精的。最后煮点海螺，这一桌就这么地了，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完吃饭，我弟闹铃响了，我寻思怎么的跟晚上上班了？他说不是，是德物现在有免费送皮肤活动，有机会0元就整一个任意888的史诗皮肤。再一个这不春节嘛，好多数码产品啥的买的也真合适，链接放左下角了，赶紧整皮肤啊宝子们。但我一不留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我扒拉我弟，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要不咱哥俩今天是快了。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买了一个冰点，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这一晃20多年了，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我们正回忆的时候，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哎呀妈呀，大年初一呀，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月初了，伙食费没有预算了，只能吃点家常菜了。今天，那你可能问了，不是应该月末没有预算吗？是不是月中开支啊？不是，我月末也没有，但一般这事我不往外说。这叫啥呀？这叫对镜亲嘴，自己哄自己，强把火整出这么点肉丝儿，我给他置办成2个菜吧。我跟你说，东北人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他夏天躲不过豆角茄子，冬天躲不过白菜土豆，这不是执念，这是宿命啊！对，还有1年4季都躲不开的酸菜。但我跟你说，你别寻思吃个豆角茄子就没面子了，在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我曾经给一个广州身价过亿的老板人肉背过去20斤豆角子和年苞米，真的，这事谁撒谎是王不足的。当时我不舍得交超重的托运费，我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充电器和1条裤衩。行了，还是说菜吧。地三鲜颜色重，因为我酱油放的多，因为我弟愿意吃酸口的，脑里酸的酸。来吧，吃香香了，大冷面、鱼香肉丝、蒜苔炒肉、酸菜粉、脑血酸地三鲜、干巴的烤羊排，凑合吃吧。明天给我奶奶存钱罐砸了，买点肉去，我忽悠我弟去。我最近发现个商机，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老椰子多便宜啊，200块钱能买30个。今天要把这事儿整明白了，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完还不舍得扔，就先把水取下来，留着看看玩意儿能干啥。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问题这才第2步。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我当时满脑子就想起一句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来给石墨端上来，我们一下又兴奋了。该说不说的，驴还是有使命感。就看着石墨，我的 DNA 就动了。我的目标是石墨传3代，人走墨还在。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但是下的非常慢。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你们拿热水试试。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全磨错了。得亏当时直播了呀！我决定配个手机，以后专门直播用。再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我现在4000多呢，完才花1800，用着跟新的似的，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浅试了一下，玩游戏不卡，耗电也不快。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而且免费保修1年。有想换手机的，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然后椰肉呢，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我一看就这个成色，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还筛出2盆椰蓉，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等天亮找裁缝给我奶风筝枕头送去。
然后按教程说，这玩意就这么一直熬，血熬干了就出油了。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这一大锅熬了4、5个小时之后，水是熬没了，但油也没出来呀，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但我没死心，我又熬了1个小时，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也就是说，30个椰子，4个大小伙子，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那我算完这账，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哥们儿。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还不舍得，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我买了2块铁板，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看起来不太难，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模具、手法的问题。就他讲完之后，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这一天呢，忙活了20个小时，锅一下没砸上，光他妈搬就完了。然后按纪录片里讲，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这温度别说炼铁了，炼我都够了。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所以砸了1天之后，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他说完之后，我彻底破防了，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是拿个小锤生砸。然后砸了1宿之后，简单抛了个光，这回看着顺眼多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苦苦照相；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然后在那干坐着，实在太尴尬了，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本来挺 emo 的，吃完马上来电了，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从天亮砸到天黑，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这纹路不太像鱼鳞，都有点像狗啃的。然后连夜开了个锅，又火速煎了个鸡蛋。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我吐了我。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就耐下心来又重新开了一遍，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忙活了3天3夜，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呢，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那么至此呢，人生3大苦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趁现在还能喘气儿，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我最近发现哈尔滨也太能整活了，就现在你们看着的每一样东西单拿出来都足够我们本地人见证一辈子了。那既然尔滨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别怪我也不老实了。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芦，拿到大街上去给游客们发去。时间呢预计是1月7号下午，然后地点应该是一个路线。如果做的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在音乐广场的大雪上的。然后5点到6点在房建塔和招纳街那儿，晚上7点到8点在索菲亚大教堂那儿。然后我到那天争取搞一个小推车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沿着一个路线全程推着小车给大家发糖葫芦。所有来玩的小金豆们，你们一定记住了，只要你在7号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就记得来找我领一根属于你们自己的冰糖葫芦。然后本地的朋友们想来玩的话，咱们还是以物换物，但是大家尽量带一些南方游客们能用得到的东西来换。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过程里边把大家的热情都继续传递下去。后面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边的，你们一定注意再看一下啊！我现在就得准备去备货去了，我他妈太燃了！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这么燃过呀！咱们到时候见啊，朋友们。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8十，吃个2、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看着也不太难，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这第一步扒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我们试了很多办法，用车压、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扒完。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夯夯干了1宿啊！等天亮我一抬头发现我弟那俩腮帮子都不一边大了。然后有了这些针子人，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所以就想多磨点真的酱放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
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我们找了一圈，把家里水管嘎了。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真的，我从未如此渴望我活着。后来寻思先吃点东西缓一缓吧，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韩式自由火锅，这一大箱才花了1块钱，而且配料贼多，这波纹面配上韩式汤底，味儿也特别正。现在拼多多有美食体验专场，每人现享1份8盒必品阁的自由火锅，多种口味让大家尝购。试吃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链接在这儿还能抢，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还有这一碗底椰子油，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呀。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我去偷点懒，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掰开一个看了看，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比了一下，在外观来讲，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成本也省了好多。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块2一个，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不过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得会竖刺儿，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微霞5毛出。